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静香的频道。今天呢是想给大家讲一下在加拿大找工作的这个网站跟渠道。在做这个视频之前呢，我是做了一些研究的，所以我相信肯定有你没有听说过的这个资源，尤其是新移民，不妨花上几分钟呢看一看，没准你哪天就用到了呢。写网速度慢呢，可以调到2倍速观看。那为什么想到要做这个话题呢？很多新移民呢来这边找工作的时候呢，并不是没有资讯，而是有很多资讯，你无法去判断哪些信息是对你适用的、有用的。还有一个情况呢，就是很多人会局限在某一类信息的资源群里边，没有打开你的这个眼界，去看看外边的世界。这个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两种比较极端的情况。而事实上呢，在这边找工作呢是有很多网站的。那怎么样去找一些对你自己找工作的时候呢比较适用的资源？现在这些网站应该来讲是比较典型性的，也是对新民朋友来讲比较友好的，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。想继续往下看，请帮我点个赞吧。我先讲一下这个综合性求职网站 Welcome BC、Indeed、LinkedIn。这第一个 Welcome BC 呢是专门给新民设计的，这是省政府的一个网站。这个网站里面呢包括呢衣食住行、找工作都在里边了，而且它的这个界面呢是非常简单易懂的。在这个网站里呢，甚至有一些就是说，你如果是持工作签证、学生签证到这里来，想通过 PNP 省提名这个项目的移民，所有资料都在这个网站上。还有比如你来之前要准备什么，怎么申请工卡，怎么换驾照，怎么去找工作， BC 省最大的雇主都会有信息在上面。第二个 Indeed 现在是越来越多人在用了，这是一个挺好的找工作的网站。很多人都知道，在上面所有工作呢都是有五花八门的，甚至联邦政府的工作你都可以在上面找到。你可以通过这个网站直接去递交你的申请，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站的连接呢找到雇主去递交你的申请。因为Indeed上的职位很多，所以你其实可以利用这些职位的 requirement 去丰富自己的简历。比如如果你觉得 requirement 上的用的词和句子比你的这个简历上的这个专业，那你就可以放到你的简历上了。Indeed上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在职人士和离职人士对某一个公司的评价，就是你可以点进去进行 review， 然后因为这个评论是匿名的，所以大多数人呢都是直言不讳，有的就很奇葩。比如有一次我看到中文翻译过来，就是说如果我很有钱，我一定会选择在这个公司工作。根据这个公司的其他评论呢，我就看出来这句评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公司的工作氛围很好，同事也都超好，就是给的钱少。Indeed上你可以设置 Job Alert， 有雇主在 Indeed上发布了新职位，会把它发送到你的邮箱。Workplace 跟 Indeed 相似，就是你不用再花力气去各雇主自己的网站上去看职位了，也可以设置推送功能，会把职位发送到你的邮箱。第三个 LinkedIn 呢，就是领英，是在北美的职场人士呢都会注册而且去利用的一个职场社交网站，有点像国内的这个麦麦。在你注册之后呢， LinkedIn 会给你推荐和你在同一个公司的同事，或者给你在同一个领域的职场人士，你可以加他们为好友，多个人脉多条路嘛。在北美找工作呢，人脉也是很重要的。那我有做猎头的经验啊，所以知道猎头是如何搜人的，也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猎头搜的。那作为一个想换工作的人呢，你要时不时的去更新一下你的这个 profile， 哪怕你改个小数点、标点符号，这样你在上万名的这个候选人中呢，搜索排名才会是靠前的。因为无论是猎头还是这个公司的 in-house HR， 在用 LinkedIn 的这个 recruiter 版本用关键词搜索候选人的时候呢，最多显示40页，每页25人，也就是差不多1000人。就是说这1000人如果背景以及 profile 的关键词匹配度跟你是一样高的，那如果你的这个更新时间排在这1000人之后，那猎头基本上是搜不到你的。你也是可以设置 Job Alert 的，有雇主在 LinkedIn 上发布了新职位，就把它推送到你的邮箱。那我们继续再看几个网站啊，这几个网站呢是给 High Tech 高科技人士找工作的，还有 BC Tech Jobs、BC Technology， 还有这个 We Are BC Tech， 有很多的 events 就是活动，大部分的活动呢都是免费的。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教育行业的求职网站。如果想在加拿大从事这个教育行业，比如在这个小学、中学当老师，那这个 Make a Future 就是一个专门 BC 省的一个 public school 的一个招聘网站。它所有的 BC 省的这个公立学校呢，包括这个小学、中学，都会在这个网站上面呢放自己的这个 job post，这是他们的一个官方网站啊。
比如说招什么老师，招什么 support worker， 或者招校长等等。大家都知道 BC 省的支柱产业呢是服务业，服务业里边有2大块，一个是这个休闲服务，一个是专业的科技服务。专业科技服务的网站呢，我们刚才讲过了，就是 high tech 的。那么休闲服务这个包括什么呢？包括这个旅游、饮食、餐饮等等。那这个行业呢，在过去2年的时候呢，影响是非常大的啊。那么70%的影响力呢是挺吓人的。但是从今年呢，政府要保证经济的增长和复苏，保证我们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。所以呢，我们旅游业呢也在慢慢的复苏的。这里有2个比较好的关于这个旅游业的网站啊，一个是 GoToHR， 是 BC 省的旅游业的求职网站，官方内容呢非常的详实。那这个 HCareers 呢，整个北美的一个旅游业的求职网站。因为大家都知道啊，那些酒店在加拿大、美国都有连锁，所以很多人呢就可能是愿意在这个某一段时间呢去美国工作，或者是上这个邮轮工作。所以这个网站呢，针对整个北美旅游业工作的网站。大家说一下这个政府工作网站，一个是这个联邦政府工作，还有一个是这个 BC 省政府工作的网站。那有人就是说了啊，经历过这个疫情以后呢，我现在呢就想找一个行业比较稳定的工作。那政府工作呢是很多人的首选，这个金饭碗啊，都不是铁饭碗了，是金饭碗。那我在中国呢做公务员做不到，竞争太激烈了。那我在加拿大我要做一做公务员，体验一下。那么这2个网站呢，就是找 public service 工作的，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这个政府工，也就是为公众服务的工作。这个网站呢是联邦的，也就是联邦所有机构，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，什么情报局的啊 Service Canada、CRA 税局的，还有这个 First Nation 的一些文化遗产管理、博物馆等等一些工作呢，都是在这个网站上面。那这第2个网站呢，就是 BC 省的政府工作网站。如果你想去单独申请某一个城市的工作，比如这个 City of Burnaby、City of Richmond， 那你就直接去这些城市的这个政府官网去找。那找到工作之后呢， HR 会要求你提供这个 Void Check， 就是你的支票账户信息。你的工资呢是直接打到你这个支票账户的。所以在找工作之前呢，要提前把这个银行账户呢设立好了才行。就200多年历史的加拿大满地可银行 BMO 为5年内登陆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和外籍劳工推出了 BMO 的 New Start 银行理财计划。通过这项计划开通支票账户，总共可以得到超过600加币的优惠。这项计划包括符合一定条件呢，可以得到高达300加币的开户奖励。具体条件呢，可以去我的描述栏里的这个提供的网址参考。如果介绍家人开户，通过 BMO 的 Family Bundle 可额外获得50加币的奖励。这刚来加拿大需要花钱的地方呢很多，能省就省点，能多挣点就多挣点吧，反正都是要开户的。与家人这个共享开户优惠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第1年可以免月费。现假设每个月费呢是16.95加币，1年12个月就可以省下203.4加币。这项计划呢还可以免掉为期1年价值60加币的小型保险箱费用。大多数新移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呢都是租房的，那么住用品放在房间里呢也就不是那么安全了，尤其是和室友一起住的人，像是这个珠宝、手表、取消证件、重要证件等等。所以保险箱对于新移民来说呢还是挺实用的。今年国际汇款可以免1年手续费。总结一下啊，开设 BMO 的这个 Performance Checking Account， 1年竟然可以省下超过600加币。反正刚来加拿大呢都是需要这个开户的，同时给自己赢得一些额外的奖励，不是更好吗？而且各个家庭成员之间的账户信息呢是独立且保密的，大家的隐私呢也可以得到保障啊。BMO 的服务质量在大温地区呢口碑相当好，除了英语服务，还有中文服务，包括普通话跟粤语。在加拿大，我们是需要跟银行打交道的啊，不仅仅是取钱存钱那么简单，比如这个买房贷款，给孩子在银行申请 RESP 教育储金金，做股票跟基金投资，都是需要和银行打交道的。那找到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呢，还是挺重要的。BMO 的各部门员工呢，会给你提供最适合你的投资理财计划。满地可银行在加拿大有超过900家的分行，并引进了最新的 ATM 机设备，让你的自助存取款办理的更方便。在一个新的国度重新开始呢，需要很多勇气，也有很多挑战。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就要对自己走的每一步负责，才会让你未来的路走得更容易也更远一些。选择 BMO， 带给你更轻松更美好的未来。申请这项计划的网址呢，我会放在描述栏里了。如果你符合条件注册，一定不要错过哦。好啦，这就是我新移民之友静香本期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了，希望大家都能顺利的找到满意的工作。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别忘了帮我这个点赞、订阅，记得还通知小铃铛啊。那如果你是新移民或者是外籍持工签的劳工呢，
需要到银行开设账户，就去我描述栏里找 BMO 的 BMO New Start 银行理财计划的申请网址吧。我是静香，与你分享北美移民生活心得和使用信息。总有一天，让我们相聚于北美大陆，我在这里等你，我们下期见啦！